我输了。输给了斗罗大陆史莱克学院。我一直以为只要我足够努力，无论是什么样的粪作我都能攻克。奥特曼传奇英雄2、斗破苍穹巅峰对决、欢乐钓鱼大师、电竞经理，这观众们一声声粪作猎人的欢呼声中，我变得骄傲自大。于是想都没想开了斗罗大陆史莱克学院的坑。原本以为他会跟别的粪作一样，一天玩个什么1个小时、2个小时，觉得很折磨，咬咬牙也就过去了。以前非常喜欢嘲讽一款游戏，说玩起来像是流水线上班，说是这么说，但这次不是嘲讽了，而是事实。所以我今天来给大伙细数这斗罗大陆史莱克学院每天要干什么，然后要养多少东西。相信我，这游戏会颠覆你的想象。我现在是53级，已经有快1周没玩了。作为一个滚服游戏，我1周没玩，玩在蓝翼草排行榜第5名，可见这游戏玩家流失速度有多快。好，我现在上线了。第一件事，先去搞这个日常。游戏贴心的给玩家准备了日常1条龙，简称游戏帮你玩游戏，然后你就可以挂机挂他们的半个小时，等他做这些日常。是的，半个小时。在这期间，你可以去玩大伙最喜欢玩的小红点游戏，就是把上面的小红点消了。半个小时过去了，你可以真正开始玩游戏了。咱们先把手动需要打的短日常讲一下。没错，刚刚那半个小时的什么日常1条龙，只是能把自动战斗无脑过的日常给1条龙了，需要你手动打日常，还要你自己玩，非常人性化，对吧？而这游戏你不上线还会自动囤3天日常次数，怕你错过没干到。那我们这期视频就玩1天的量。OK， 先打猎魂森林，少弹2次不花时间。日常打这个吸引试炼，刷魂卡5次，5分钟左右。再去专门玩个答题，还有捐款。这捐的东西你大概率是没有的，要花金币买。不捐你就少人家贡献，换好东西，还有少人家仙草。接下来打比较久的组队副本，每天都要打2次，但是困难副本次数刷新就要打4次。这个组队副本可以和人或者人机一起打，但这游戏没什么人玩，所以你就乖乖匹配人机好了。人机的强度很低，就是来凑人数的，4个人3合起来才跟你差不多高，所以这就导致你如果玩的是什么奶嘛，氪的不算多，你要么就硬等人带你玩，要么就是战力超特别多，匹配人机做日常，一把差不多7分钟，也不会出现什么玩到游戏后面就不需要7分钟直接秒，因为后面有对应战力的副本，所以差不多都是7分钟左右，或者压根打不过。困难副本差不多10分钟，普通的困难副本4次打完差不多40分钟，全部日常合一块，你如果守在屏幕面前是1个小时半这样。如果你没有守在屏幕面前，那不好意思，玩一半进新场景没点自动战斗，你就不动了，不小心死了也不动了。现在我们来到第2个板块，进阶日常。这一排那日常1条龙都没动过，这里还不是跟普通日常一样随便自动战斗就过了，这里还有战力要求的，你排人机不一定打得过。我现在战力18万，打这个推荐战力15万的蜘蛛，这游戏为了卡你战力，贴心给你设置了1分40秒的时间限制，你要么匹配个15万战力以上的人和你一起玩，要么自己把战力搞到19万或者20万。完事了还贴心的给你塞2个 BOSS， 虽然打你压根不掉血，但血厚的要死，然后还没事装个地浪费时间，装出来也要浪费时间。打半天差5%没过，咋办呢？要么氪，要么干，去提升自己战力。咱们把东西都养一养，提一下，也给大伙简单看一下大概要养多少东西。后面我会详细介绍要养他喵了个逼的多少玩意儿。现在战力提了些，估计5%打得掉了，继续打。OK， 这不会打不过去吧？0.4%啊！哎，我真服了，也没人来一起打。但是呢，咱们还是算顺利打过的时间。排位战你暴击少了没打过，或者是等人一起组队的时间，这打2次要5分钟左右。然后是玩 PVP， 这5次肯定是要打的，因为能白嫖高级魂卡抽奖券。然后这个偶尔能扫弹，偶尔又不能，差不多是要打个5-6分钟。至此，我们把不怎么耗时间的东西都打完了。龙牙岛这块不用我多说吧，看过上一视频的应该都知道，这里就是大家伙最喜欢的彩头环节。这个环节需要花的时间是个不定数。如果说你自己一个人打，没有人干扰，死个2次就能打死1个 BOSS， 但你死了之后复活不会自动走到 BOSS 那，所以需要你守着屏幕，免得后面 BOSS 被人拿了。虽然说这龙牙岛和别人组队一起玩奖励是一样的，所以大伙看到人不会打会直接发起组队邀请，但同时大伙也是挂机玩的，组队邀请有时候就看不到，这导致龙牙岛需要花费的时间是不确定的，还需要你守着屏幕。我今天算是运气不错，没人来干扰，自己一个人打了2个 BOSS，15分钟龙牙岛就干完了。进阶日常必玩的部分就这么多，还有一些像是斗魂、低岩战场、中门盛宴这种，给的东西不算很丰厚，而且一玩就要玩半个多小时，我就直接不算进去了。最后这进阶日常还有个最恶心、最逆天的玩法，异兽狩猎，一天打10次，这里需要花的时间可以说比之前所有日常合起来都要多，需要花费的时间也是个不定数。如果说运气好的话，你出门随便走走就能遇到一个异兽，然后发起组队邀请，瞬间5-6个人进来，那么一直打个7-8分钟就解决了。但正常来说，这异兽需要你慢慢在地图上找，它会随机刷新在地图的任意角落。没错，
这么大一个地图就一只异兽，不是说好多异兽拴在一个线里，每个线都有一只这样，也没有这种寻路，你要自己找。除非说你等异兽出来了半个小时花道具找，你自己找差不多10几分钟有可能会找到一只，然后组队又要等个5、6分钟，因为游戏压根没人玩。那可能有观众要说了，跟荣耀岛一样，自己硬打打死了复活再来不就得了？不好意思啊。打异兽死了之后，你直接从主城或者队长身边复活，你一个人打，那死了直接从主城重新走一遍路，所以算了赶路时间，差不多一只异兽你就要打个半个多小时。如果说组队一起打，人少也要10分钟左右，你一天要打10只，这只能就是说做别的事情的时候，突然有人发异兽组队，你加进去蹭一下，就算是这样，这10只异兽怎么说最快都要2个小时，而且这异兽还能被别的队伍抢的，要不是这游戏没什么人玩，你连一支队伍都凑不齐。打这异兽有个队跟你抢，时间还要再翻倍，那你说你不打跳过这个行不行？这玩意可能会出真魂骨，你不刷后面战力就是跟不上，不可能不打异兽。而这些才是进阶日常咱们需要玩的东西。现在我们再来讲这游戏每天必玩的第3个板块。挑战，其实拟态修炼就是爬塔，只要战力高一些就赶紧去爬，因为层数越高，每天的收益就越高，必须挂机玩了。然后是野外 BOSS， 每次都要等1个小时刷新，如果错过就要再等1个小时，就算没错过1个小时也就够打1只，因为你打其中1只的时候，别的也会被人机打，等你打完了，别的 BOSS 也死的差不多了，所以正常来说，你要守着野外 BOSS 刷新的时间，但我们今天去掉等待时间，直接算野外 BOSS 需要花多久。一天可以打3次野外 BOSS， 每次算赶路时间是7分钟左右，3只差不多半个多小时。然后是修罗艺考，你匹配人机去打2只，每天10分钟左右解决。这玩意会爆神之眼，你就不需要去大地图上找了。再一次这个猎魂委托每天必打的，难度很高，说实话不匹配真的很难打过去。除非说你打战力低的委托，不算失败和等人赶路时间，3只也得打个10分钟。然后是那种每周特定会刷新次数和每周特定时间才能打的东西，像什么斗魂试炼、战队试炼、世界首领、中门猎场、中门争霸这种，这几个东西要么是战力够了才能过，要么是要等专门的时间去打。我直接不算在日常里面，好吧？以上就是你每天基本要做的事情。去掉了这么多玩法，还除去了可能因素和等待时间，还有你没4点小红点的时间，保底合起来差不多5个小时左右。当然了，你也可以跟我说，我有几个模式不玩不就得了，那不就不那么干了？的确，那你不玩某些模式，奖励吃少了，后面战力是等着充钱氪上去吗？如果是这样，那我只能说你用钱买时间，我没话说。干脆你再花点钱找个代干，这样玩这游戏更不干了。每天需要做的事情就是问代干今天氪了多少钱，然后报销一下，老好玩了，哥们儿。那既然有这么多东西需要干，干出来的素材道具都需要用在哪里呢？我们一个个讲。我记得第一次玩这游戏，我说这游戏需要养差不多100多种东西，对吧？不好意思，是我的问题，是我没玩到后面你要养的东西再乘个5、6倍左右吧。首先是唐门心法需要养5本，这玩意不是什么哪个战力高养哪个，你要看它这个心法内息的加点，5本加点最好是2种颜色各12、12，这样才能吃到最高加成。这意味着你不可能说跳过上面的日常，这心法内息少一点就掉一大堆伤害。然后是唐门绝技，这个加点任务跟成就系统差不多，所以玩的时候偶尔就会有个点可以加。你也可以专门去干这些任务，但加成不是很大，可以忽略。金红踏影，升级材料日常爆的，加东西挺多，必须干。然后是魂环，9个魂环要养，而这9个魂环年份是要干到最高的。拟态魂环有3、4个要养，拟态魂环年份刷其实有点刷不上去的，大部分都是直接去世界首领那买随机魂环宝箱开，然后玩到后面你会救到第2武魂，我又解锁了昊天锤，但是第2武魂非常蠢，不像斗罗大陆唐三一样，左手用蓝蚁草捆你，右手昊天锤就砸上来了。在这里你得在非战斗状态下切换武魂，其实就是切了个职业玩，但问题是装备对不上啊，你还要再打一套昊天锤的装备，蠢的不是1点半点。仙草也是必须要养的，他们要日常不玩少只仙草，后面距离会越拉越开。这仙草要是多少个，你们就自己看吧。你跳日常，你看后面还玩不玩了？接着装备系统我都不想多说了，10个装备，每个装备6、7个词条，你自己慢慢洗去吧。就你看左边这一排，平民玩家只能玩到前2个。然后是伙伴，每个伙伴都要升级，用相同的角色升星，用什么产品升产品等级，还有魂导器，也就是装武要升级，魂印箱6个。每个都要升级，然后你不是要养4个角色，你是要养8个。接着这游戏最干最氪的地方来了，魂卡。我现在是要养25个魂卡，每个都是 UR， 也就是125张 SSR， 每个 UR 都要升到2级才能开技能，这升1个就够费劲了，要用垃圾材料合成的大材料去升级，完事魂卡词条也要洗，并且魂卡还有个魂岩要养，就是你用6个 UR 卡为1个 UR 解锁属性，再去用材料养这6个属性。没错，这才只是1个 UR 卡需要干和氪的东西，你要养25张。
你觉得可能吗？才25张，你玩到大后期后面，你会接受8个魂卡槽位，也就是40张魂卡要养，这其中要多干多氪，你们能想象得到吗？接着你要养好感度，是的，好感度系统你也得玩，你不玩少人家东西。像唐山好感度刷上去会给你蓝银槽加1%的3维属性，还有锻造成肉装备的概率加7.5%，你就说你不玩少人家多少东西，那咋玩呢？没人去送礼，还有跑腿做任务，也是费时费力，还有生活技能要养。之前有看评论区说生活技能没有养的必要，还是那句话，你可以不养，没人逼你养，后面什么东西都要花金币买就完事儿了。这生活技能养和不养差别真蛮大的，因为很多东西你可以通过生活技能慢慢合到，包括吃东西可以是永久加属性的，锻造后面可以敲到带前缀的好装备，然后是暗器，说白了就是另一个装备系统，每个暗器就算不擅长都会给你加属性，擅长了还会有主动技能，宗门修炼也是必不可少的。就你看有多少东西要加吧，魂骨6个部位要养，还有一个魂金要养，每个部位都要把年末刷上去，还要配套，完事了还有一个魂骨血脉，你可以理解成再凑几道魂骨加属性，这也是要养年份的。还有个别东西我到现在都没解锁，但我实在是玩不动了，太逆天了！从最一开始玩粗略计算大概有104种东西要养，到现在我玩到了差不多游戏中后期，一整个服务器每天在线人数不超过20个人的情况下，我现在在算。要养至少633种东西，这还不包括我后面可能会解锁别的东西。哥们儿真投降了，纯上班来的，真受不了了！一天他妈干36个小时，这个系列直接记了。最后一期吧，3连大火留着给别的系列吧，真不行了，太坨了。咱们把排行榜调一下，把斗罗大陆史莱克学院调到真神级。那么我想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喜欢的话，可以给3连关注，随时更多搞笑吐槽视频。那这样吧，我是我们下期见。